夜晚的昆明灯光亮起，大屏幕写着昆明的寄语。电梯升上高楼，城市尽收眼底，街道还带着雨后的光。白天阳光明媚，街角藏着向日葵，榴莲自由是真的实现了。巷子口有人卖猫，旁边是气球大叔和水果小妹，热闹得很自然。走进一家80后主题小店，磁带、课桌、老游戏机，让人一秒穿回童年。还有90后的校服和糖果摊，每一处都是回忆。顺城人来人往，步行街的星巴克灯光柔和，窗里窗外是昆明最日常的温暖与热闹。昆明的地铁网络其实已经挺完整了，不管是去机场、火车站，还是老街区、大学城，基本都有覆盖。而票价也很亲民，2块钱起步，远一点也不过几块钱，对于旅行者来说是最实在的选择。进站前过了安检，有人觉得麻烦，但对我来说这样挺安心的。少着点。买票进站，几分钟搞定，很方便。今天从潘家湾站坐地铁，名字听着总让我想到北京的潘家园，但这里少了古玩，多了生活气。到这吗？哦，可以。可以哦。坐上车才发现自己好久没坐过真正的地铁了。在墨尔本，地铁其实更像是通勤火车，线路长，站距远，也常常晚点，和昆明这边这种高频准时的地铁还是不一样。车厢里很安静，干净明亮。从潘家湾到五一路10几分钟就到。出站乘客，请按指示标志换乘或出站。搭乘扶梯时，请站稳扶好，注意脚下安全。老人、小孩及携带大件行李乘客，请乘坐无障碍电梯。出地铁的时候，坐上电梯，缓缓升上地面。这时候又想到墨尔本的地铁其实也有地下部分，像市中心那一圈就是环城隧道，也有电梯、闸机，但少了那种地铁独有的节奏感。它更宽、更慢，也更长晚点，速度不快，车次也不密集，和国内这样高频率、覆盖密集的地铁系统比，还是差别挺大的。昆明的地铁现在已经很方便了，像1号线连着火车站和大学城，2号线是南北主线，经过北站和市中心，3号线东西向能去西山公园，4号线接驳南北高铁站，5号线去世博园，6号线直通机场，基本去哪儿都能靠地铁搞定，对游客来说特别友好。失落。穿过一段长长的地下通道，终于走到了地铁出口。出站就是顺城商场和步行街，城市的热闹一下子扑面而来。
这里是昆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，南平街、正义路、五一路全都在附近，地铁一出来就是城市的核心。顺着台阶往上走，越往上人越多。今天不是工作日，本以为人会少一些，结果广场上依然热闹，满眼都是来逛街、拍照、喝咖啡的年轻人。大家穿的都挺时髦的，不少人提着购物袋，也有人拿着相机在拍街景。整个街区干干净净，地上几乎看不到垃圾。在人流这么密集的地方还能保持这样的整洁，说实话挺让我惊讶的。这次回国最直接的感受就是，街头并没有那种经济低迷的气氛，反而觉得人气很旺，商场也开得很亮，餐厅要排队，连奶茶店都在叫号。和墨尔本比，甚至显得更热闹，更有烟火气。前面是一个很显眼的苹果直营店，建筑特别漂亮，整座店是在地下，但从地面看是一个通透的玻璃结构，有点像漂浮在广场上的水晶盒子，设计感很强，简洁又有未来感，很多人都在玻璃外拍照打卡。站在这里，你会突然意识到，昆明已经悄悄地变得非常国际化了。不用去北上广深，也能感受到一种现代都市的节奏和精致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依然保持着属于昆明的那份松弛与从容。感觉每天都人多，工作日人也很多。哦，这边有演唱会吗？这边啊，活动吧。晚上的活动。是。继续往顺城的正门走，远远就看到广场上搭着舞台，灯光架也装好了，看样子晚上应该会有演出。周围的人越聚越多，穿得时尚的人也越来越多。站在这里，忽然有点小小的感动。从离开到现在已经5、6年没回国了，虽然走过不少城市，但这种属于亚洲的热闹氛围，真的太久没感受到了。像是你一回头，就会看到属于自己人的那种熟悉感。我是真的挺喜欢亚洲的商业综合体，它不仅仅是购物的地方，更像是一种城市文化的缩影。云南是出产咖啡的地方，昆明当然也少不了这股香气。顺城这里刚好也赶上了一个街头咖啡展，广场上一排排咖啡摊位，各家都有自己的风格。你好，可以看一下来自贵州的特调4零咖啡，轻松喝一两次。哎呀，我找那么朋友们聊天儿。我拿拿。摊位还是好等一下，锅花味你进来瞧。顺着顺城外沿继续走，路边是一些服装店的橱窗，常见的品牌像 Lululemon、Zara 自然都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。我们并没有进顺城商场里面，而是选择沿着外面的街道慢慢往前走。前面就是金马坊、碧鸡坊和钟爱坊，再往前就是南平街，这些都是昆明最具代表性的地标。
也是一条条人气极高的 City Walk 路线。走着走着，买吃的、买喝的店越来越多，茶饮、咖啡、小吃摊一个接一个。可以哦。你整身发展。人越来越多，热闹得像节日。霸王茶姬开在街角，旁边也有咖啡馆，街边还有夜市摊位，串串、炸洋芋、烤乳扇的香味开始混在一起，空气里都透着食物的温度。其实来之前我还在想，现在大家不是都说消费降级吗？本以为街上会冷清些，结果完全不是。人多的让我有点意外，不是节假日，却像周末一样热闹。无论是逛街的年轻人，推着婴儿车的家庭，还是坐在长椅上吃着小吃的老人，每个人都像是习惯了这种松弛又鲜活的日子。街道在有节奏的流动，商场在有呼吸地运转，生活就在这些来来往往之间自然地展开。相比之下，墨尔本市中心那种上班时间过后就安静的感觉，反而显得有点冷清。前面就是钟爱坊。昆明南城外有3座老牌坊，金马坊、碧鸡坊、钟爱坊，3座牌坊的位置呈品字形，因此也叫品字3坊。钟爱坊历史最久，最初建于元代，是为了纪念咸阳王平章政事。赛典赤、詹思丁，听名字他显然不是汉人，他其实是元朝初期色目集的大臣，出生于中亚。当年他在云南任职，体恤百姓，政绩突出，被称为忠于君，爱于民，因此得名钟爱坊。这座坊曾几次被火毁掉，甚至一度只剩名字，但现在站在眼前的是后人按原样重建的模样。虽然是重建的，但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庄重和传承。古老的石刻、恢宏的结构和现代的商圈交织在一起，竟也毫不突兀。历史并没有被遗忘，而是被悄悄地安放在了日常的生活里。从现代的百货商场一路走来，穿过人流、咖啡香、音乐声，最终走到这样的文化标志面前，突然就觉得这座城市有热闹的表面，也有沉稳的内心，而自己也刚好穿行在他们之间。走到这段街区，左手边就是百联百盛购物广场，它属于昆明比较早期的大型商场了，外立面也看得出些年代感。和顺城比起来，内部的布局稍微复杂些，动线也不如顺城那么开阔流畅，不过店铺种类还是挺多的，适合慢慢逛。
街边还有不少年轻人喜欢的小店，卖一些饰品、手机壳、香薰、聚会用品，也有那种很有意思的文具加零食加玩具混合型店铺，每家都布置得花里胡哨，但挺吸引人。学生们扎堆在门口挑东西拍照，说说笑笑的，挺有生活气。让我印象很深的是，街道还是那么干净。其实一路走下来都觉得，哪怕是在这种人流量非常大的市中心，地面依然保持得很整洁，垃圾桶也分布得很密，几乎看不到随地乱丢的情况。不得不感慨一下，澳洲当然也以干净著称，但在墨尔本 City 里，一到高峰期或者周末节假日，街角总还是会堆一些外卖盒、饮料瓶，尤其是车站附近，确实没法做到这么稳定的干净。拐过一段街角，眼前这幅画面让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。一边是个卖气球的大叔，气球像云朵一样挤在他肩头，颜色鲜亮，形状各异，有兔子、小熊、独角兽，随风轻轻晃动。另一边是一位卖山竹的小妹，推着一辆小车，站着削果子，手法麻利。我不知道他们各自有什么故事，是每天都在这儿守一下午，还是偶然摆摊赶上这一阵好天气。那个卖气球的大叔会不会记得每个小孩挑走气球时的笑？那个卖山竹的小妹或许也是在替家里分担，又或许这就是她独立生活的一部分。偶然遇见，但都恰好在这个瞬间里留下了一个印象。我们秉承顾客至上、用心服务的宗旨，接受问题。您的买提是我们开时节，奇思妙香线口鲜花饼，甄选云南人家茉莉路线。这次回国之前，其实也听过一些声音，说国内旅游有时候不太舒服，比如有人在公共场所抽烟、交通太挤、卫生间不干净等等。但至少在昆明，我们一路上的体验都挺好。比如二手烟这个问题，其实在商场、地铁、餐厅这些公共空间里，几乎没怎么碰到有人抽烟。至少在顺城、南平街这一带，大家都挺自觉的。而公共卫生间嘛，说实话，我们也没去什么特别热门的景点，不好一概而论。但顺城商场的卫生间是真的干净，纸巾、洗手液、空气流通这些都挺到位，不输国外的水平。有时候亲身体验过，才知道哪部分是真的问题，哪部分只是印象落后了。这次在昆明反而让我放松了不少，也重新认识了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拐过一个路口就到了南墙街，街道不算宽，却整洁雅致。星巴克、麦当劳、霸王茶姬都在路边排开，露天座位上已经坐了不少人，手里一杯饮品，晒着太阳或是在树荫下发呆，看着就觉得很惬意。街上来来往往的年轻人挺多，穿着也都挺时尚，三三两两结伴聊天，拿着咖啡或者奶茶拍照打卡。南墙街其实挺有历史的，原来是清朝练武场，还做过珠宝玉器的交易中心，现在成了文艺气息很浓的一条步行街。街道两边保留着不少老建筑，有些小店也保留了老屋结构，里面却卖着甜点、手工饰品或各地小吃。这条街离南平街不远，但气质完全不同，不像顺城那样高楼林立、玻璃橱窗，这里更像是城市生活的一个角落，有历史也有生活节奏。你可以坐下来喝杯奶茶，也可以继续往前，随便拐进一家有意思的小店。
昆明的老街就是这样，不张扬，但很有味道。哦，你看它应该是，哦，不太很像，就是一个完全会拥挤的感觉。然后真实的脸好像这边人要多一点。你不要理我。你还养了个同事，他们高中不会的，到时候你爸爸会帮你照顾的。你没看网上啊，每个爸爸都说不需要。这边大的很开啊。哪个是大的？看到路边有人卖猫，几只金渐层特别可爱，圆滚滚的，眼神软萌，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像在发呆。看着它，突然想起刚到基督城那会儿，邻居家有只叫本尼的小美短，总喜欢跑来串门。那时候刚落脚，人生地不熟，它却一点都不怕生，给了我不少安慰。动物就是这样，不认识你，但只要一靠近，就能让人觉得亲切。哪怕是在热闹的街头，也会让你一下子慢下来。拐进同仁街，名字听起来像同仁，但其实大有来头。这条街原是清末商人王赤出资所建，取一世同仁之意，曾经是老昆明的重要商圈，如今则成了融合历史和创意的新街区。街道不宽，两边是保留完整的广式骑楼建筑，低矮的屋檐下是一排排文创摊位，有卖原创首饰、手绘明信片、旧书、陶器、香薰，摊主大多是年轻人。摊位前常常围着人，你能感受到传统老街区在悄悄换一种方式继续活着，不靠回忆，而是靠重新被使用、被喜爱。在这里走一圈，不光能买点东西，还能看看昆明的另一面。安静、热闹，历史和现在就这么交错在一起，挺有意思的。今天我们只走了一半的南墙街，还有很多没拍到的小巷子、店铺的样子。下一期视频我们就接着走完这条街，顺便也去看看大家都在说的昆明台北街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下期见。